为太空手术刀的红旗29反导系统首次公开亮相，标志着中国已完成与美国几乎完全对等的反导架构布局，补齐了在中段拦截领域的最后一块战略拼图。它将与红旗9、红旗19等系统共同构建起中国分层防御、无死角覆盖的防空反导网络。中国防空反导体系的发展历程，本质上是一部从守土防空迈向拒止威慑、从战术层级向战略层级跃迁的史诗。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防空力量以高炮与早期地空导弹，如红旗1、红旗2为主，目标是拦截高空侦察机与战术轰炸机。进入90年代，随着精确制导武器普及与巡航导弹威胁上升，中国开始引进并仿制俄罗斯 S-300 系统，发展出红旗15、16系列，初步实现区域防空能力。然而，真正改变中国战略安全格局的是21世纪初朝鲜与伊朗相继进行弹道导弹试射，特别是2006年朝鲜首次试射大浦洞2远程导弹，其飞行轨迹覆盖日本全境，直指关岛与夏威夷，引发全球震动。与此同时，美国自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后，加速推进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 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TMD， 并在东欧和本土部署陆基中段防御 GMD-GBI 反导拦截弹，在亚太部署宙斯盾，现在标准3导弹，形成全球反导网。2017年，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其 ANTPY-2 雷达探测范围深入中国腹地，可提前3至5分钟获取弹道信息，严重威胁中国战略导弹的隐蔽性与生存能力。同一年，美国在阿拉斯加格里利堡部署第44枚 GMD 拦截弹，2023年总部署量在增至64枚，可见美国的反导部署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意图，其 GMD 系统名义上针对流氓国家，实则明确指向中俄。更令人警觉的是，美国正推动全球反导一体化，在东北亚联合日本、韩国构建导弹防御三角，日本部署爱国者3与标准3，韩国部署萨德，美军驻日基地可发射 GMD 拦截弹，并计划2030年前建成一体化防空反导体系，将太空、空中、海上、陆基传感器与拦截器全面融合。比如，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和前置部署的海基宙斯盾，配合天基红外系统与后续的下一代过顶持续红外卫星，甚至前置部署的空基无人机红外预警探测系统，在导弹的助推段就发现识别目标，并尽早进行拦截。位于日本的陆上移动前置部署的 X 波段跟踪制导雷达，可在助推段继续探测跟踪弹道导弹，然后将信息交接给部署在日本海或日本东部太平洋上的宙斯盾舰上的 Spy-1B 雷达，再由阿拉斯加州阿留申群岛的谢米亚岛上的升级丹麦眼镜蛇雷达接力交接给爱达克港的海基 X 波段雷达，最后由海基标准3 Block 2A 或阿拉斯加的 GMD 火力单元引导拦截弹进行拦截。如果弹道导弹攻击洛杉矶等中西部地区，则由加州比尔空军基地升级型早期预警雷达接力，由大福克斯基地的拦截弹拦截。如果评估中段拦截失败，当来袭目标突入150公里的高度时，只能依靠萨德系统进行拦截；当目标突入40公里高度时，只能依靠爱国者导弹系统进行最后的拦截。此外，中国西南面还有印度射程5000千米的烈火5导弹，其核心目的就是可以直接将中国境内主要城市作为瞄准目标，而不需要像过去那样必须将其战略导弹部署到靠近中国边境的基地。面对这一严峻态势，中国若仅维持诸如红旗19这样的末端高层拦截能力和红旗16这样的末端底层拦截能力，等于在敌人投掷长矛时，只能在矛尖落地前伸手去打，而无法在矛离手时就将其击断，必然面临3大致命短板：拦截窗口极短，
末段拦截发生在高度小于50千米的载入大气层阶段，留给预警、跟踪、决策与发射的时间不足30秒。诱饵难以甄别，现代弹头可是放大量金属箔条、气球诱饵假弹头，末端系统无法有效区分真假目标，战略处于被动。即使成功拦截一枚导弹，敌方仍可发动饱和攻击，而中国本土已遭受打击。因此，中段反导即在弹道导弹飞出大气层后，在入前的真空飞行阶段实施拦截，成为破解上述困局的唯一技术路径。该阶段导弹飞行时间长达10至20分钟，弹道相对平滑，处于最脆弱的无动力滑行状态，运动轨迹可预测，且处于真空环境，环境因素影响小。如果进一步前置拦截，导弹甚至尚未释放了，分导弹头和诱饵，拦截效率可达末端拦截的5至10倍。红旗29正是在这一战略需求下应运而生的。而且红旗29的部署使中国具备反制美日韩反导网络的能力。例如，若美日试图用标准3拦截中国东风26中程导弹，红旗29可提前在中段将标准3拦截；若美军用 GMD-GBI 拦截东风41，中国可用红旗29实施反拦截，即在 GBI 的中段实施反导打击。红旗29这种反导能力将是未来高端战争的制高点。此外，传统观点认为中国核力量规模小，生存能力弱，难以构成有效2次打击。但红旗29可能拦截敌方首轮核打击的50%以上，中国剩余核力量即可实施毁灭性报复。这将使美国对华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可行性下降至不足30%。这意味着，任何企图用核武器胁迫中国的行动，都将面临零胜算的结局。中国中段反导的研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达20年的技术沉淀。其核心起点是2007年1月11日的动能3反卫星试验。此次试验中，中国使用 SC-19 导弹成功击毁位于865公里高度的废弃气象卫星风云1C，首次验证了动能杀伤器 KKV 在太空环境下的精准拦截能力。美国称其为中国版星球大战的开端，并立即加强对中国反导技术的情报搜集。事实上，动能3不仅是反卫星武器，更是中段反导的原型系统。其关键技术包括高精度惯性导航系统、激光陀螺与星敏感器组合制导、多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低温空间适应性热控系统、无炸药动能撞击机制。中国的反导试验分别于2010年1月11日、2013年1月27日、2014年7月23日、2018年2月7日、2021年2月4日和2022年6月19日进行。其中2010和2013年测试拦截酒泉基地发射的东风11型弹道导弹，拦截高度达1500至2000公里。2014年后开始逐步使用东风3和东风4型远程弹道导弹作为拦截靶弹。而早在2016年，在库尔勒的红旗29卫星照片就在外媒流出，只不过当时没引起国内关注。2018年前后，红旗29曾经短暂和红旗19一起进行部署测试。2019年，红旗29就开始小批量试产，并被某 S-300 PMU 团接收。2021年1月16日就可以看到该团在北京大兴起竖过该弹。2021年2月4日，东风4型导弹由太原基地发射，红旗29由库尔勒基地发射，是一次头对头拦截测试。2022年的测试同样使用太原基地发射的东风4或5型靶弹，拦截点距离发射点约1400公里，拦截改为更具有实战意义的头对身式拦截。美国还监测到拦截高超音速滑翔弹头的试验，红旗29成功在1800千米高空将其摧毁，证明其具备应对下一代威胁的能力。红旗29使用的是6轴12×12高机动发射车，与东风26弹道导弹平台一致，具备高原、沙漠、冻土等复杂地形机动能力。
红旗29支持机动部署与预设阵地双模式，其发射车可隐藏于秦岭、昆仑山隧道群，或部署于内蒙古、青海等偏远地区，极大提升生存能力。这也意味着其导弹体积巨大，每车仅携带2枚弹体，远超红旗19的1车6弹设计。红旗29采用3级固体燃料推进系统，总长约14米，直径1.2米。其助推器由航天科技集团第4研究院研制，采用高性能 N-15N-17 推进剂。第1级直径约1.2米，推力约1200千牛，燃烧时间约60秒，用于垂直起飞与大气层穿越。第2级直径约1.0米，推力约800千牛，燃烧时间约70秒，完成亚轨道爬升。第3级直径约0.8米，推力约300千牛，燃烧时间约50秒，最终速度提升至约8000米每秒，约25马赫。值得注意的是，第3级具备多次点火能力，这是中断拦截的关键。由于目标弹道，特别是高超滑翔弹道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红旗29拦截器需在太空中进行多次大范围轨道修正。红旗29使得中国防空反导体系完成了3层4域的结构，即按拦截高度分为3层，按作战域划分为4个功能区。第1层是0至10公里末段低层拦截，由相当于美国 PAC-3 MSE 的红旗 16B、红旗 17A、红旗10组成，防御突防飞机、巡航导弹低空弹头。第2层是10至40公里的末段高层拦截，由相当于萨德的红旗19负责，拦截载入阶段弹头。第3层是40至1500公里的中段拦截，红旗29相当于美国 GMD-GBI 的战略级防御，拦截大气层外飞行的弹道导弹。4域则是指前沿预警域，由前哨系列天基红外预警卫星、天绘系列立体测绘卫星和天波超视距雷达等构成，通过卫星能够探测导弹主动段发射语烟，或通过电离层反射的 HF 高频段电磁波探测上升段导弹，发出初始预警。比如2023年天绘4系列卫星首次实现对朝鲜火星18导弹发射的全程红外跟踪，数据传输延迟小于3秒，成功引导红旗29模拟拦截系统锁定目标。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天基感知、地基拦截的闭环。中继跟踪域由空机、海基和陆基的各种相控阵雷达构成，以便持续捕获跟踪目标。火力拦截域则由红旗29、红旗19和红旗 16B 等构成，最后则是指挥控制域，即防空反导一体化指挥系统，其可进行多元异构数据融合，通过 AI 识别和预测弹道，采用量子加密链路指挥全国5个区域指挥中心，并分配拦截任务。我们知道，美国早已构建起发现、跟踪、识别、决策、拦截全流程反导闭环，且具备同时拦截数十枚来袭弹头的能力。在美国陆基中段反导拦截体系中，最为关键的拦截武器是洛克希德马丁研制的陆基拦截器 GBI。为客观评估红旗29的实战能力，我们选取美国 GBI 作为主要对标对象。截至2024年，美国共部署64枚 GBI 拦截弹，其中阿拉斯加44枚，加州20枚，总投资超400亿美元。1999至2023年间，共实施20次拦截，11次成功，成功率55%。GBI 依赖固定发射井，易被先发制人打击。若中国对阿拉斯加实施斩首打击， GMD 系统将瘫痪。实际上，红旗29与美国已终止的公路机动版动能增强拦截器 KEI 更加相似，只是 KEI 未能跨越工程成本与可靠性门槛而于2009年终止。红旗29采用的正式分布是移动化、网络化的部署模式，每旅配备6至8辆 TIL 发射车，每辆2弹，共12至16枚，全国可部署4至6个旅，总计48至96枚拦截弹。红旗29的发射流程大致如下：
接收指令后，2分钟内完成方位调频，启动地面电源与冷却系统，导弹竖立，通信加密确认点火发射，远快于美国 GMD-GBI 平均5至7分钟的发射准备时间。这得益于中国在固体燃料技术、机动发射自动化控制、智能诊断方面的领先。美国 GBI 全弹由 EKV 大气层外动能杀伤器和3级固体火箭助推器串接构成，拦截弹总长度为16.8米，直径为1.27米，总重量为20.16吨，拦截距离为5500至6000公里。对洲际导弹目标的拦截高度在1500千米至2000千米之间，但其推进剂为上世纪老旧的 HTPB 体系，比冲有限。红旗29或采用 N-15N-17 系列固体推进剂，其比冲性能远优于美式推进剂。这意味着尺寸仅为 GBI 约60%的红旗29的有效射程仍可覆盖3000至4000公里区间，足以在中段阶段对抗洲际导弹。EKV 助推器飞行速度为 7.5 至 8.5千米每秒，其横向机动范围为正负500米每秒，采用直接碰撞杀伤方式，理论撞击误差号称为10到20厘米。考虑到 GBI 是一边部署一边迭代的模式，其拦截成功率从目前试验数据看为 55%。考虑其最新定型产品性能较为稳定，根据国内论文分析，其对没有突防装置的洲际导弹的拦截概率为 86.5%， 对少量诱饵的洲际导弹的拦截概率为 82.3%， 但是对于实战化大量诱饵的洲际导弹拦截概率则十分低下。显而易见，诱饵威胁是中段反导的阿喀琉斯之种。在弹道导弹飞行的中段，来袭目标往往是由真实载入飞行器和多种诱饵构成的复杂目标群。这些诱饵包括金属箔条云，用来反射雷达波，制造虚假强回波，比如美国民兵导弹弹头中装有总重122公斤、多达1亿根、涂有铝粉的金属丝，抛洒开来后可形成一个320乘720公里的空中走廊，在敌反导雷达手足无措之时，导弹乘机突防而至。轻诱饵则包括普通的轻型角反射体，以龙柏透镜为基础的特殊反射体、充气气球、低密度泡沫材料模拟体以及用金属薄膜制造的模拟弹头等。比如 MLT 林肯实验室开发的充气外大气层目标 IEO 颇为复杂，其是民兵3洲际导弹 MK12 载入弹头的外大气层光学雷达复制品。其包括复制 MK-12 外形的可充气气囊，用于光学和雷达匹配的碳纤维外壳，用于确定姿态和动态的3轴磁力计等。重诱饵则具有横截面积小、密度大的特点，可稳定飞行，与弹头具备同样的弹道特性和可被探测特性。由于轻诱饵在弹道导弹载入阶段会被大气层过滤掉，所以重诱饵将是于中末段突防的主要技术手段。重诱饵采用密度大、熔点高、耐高温烧蚀并具备韧度的材料进行设计，其典型飞行参数，例如在入角速度、阻力系数、弹头追角质量等都是重诱饵的重要研发参考，并多采用无源天线阵来模拟与真目标类似的雷达散射截面。美国 GMD 最大的软肋是诱饵识别 ，GBI-EKV 仅使用红外成像来识别弹头。比如2014年的一次拦截试验中，目标释放20个诱饵， GBI 未能识别，误击气球导致失败。2017年另一次试验，诱饵使用低密度金属泡沫，进一步混淆红外信号，导致拦截失败。而红旗29的 KKV 采用了双模复合感知、微动特征分析、AI 实时决策的3位一体的智能识别架构，彻底突破了传统红外单一识别模式的局限。在距离目标100至300公里时， KKV 首先开启红外成像导引头，扫描预定弹道区域，捕捉弹头和诱饵的热行为差异。真弹头由耐高温合金或碳复合材料制成，表面温度高达2000至3000K， 且由于质量大比热容高，其温度变化缓慢，
在太空中表现为稳定、持续、衰减平缓的热信号，主要辐射能量集中在中波红外3至5微米波段。气球诱饵由塑料薄膜包裹氦气或空气，质量极轻，通常小于1000克，热容量极小。即使初始加热至与弹头相同温度，但其热惯性远低于金属壳体的真实弹头，在真空中也会因辐射冷却而在数秒内迅速降温。GBIEKV 的传统中波单一波段红外探测器无法有效甄别真假目标，因为它们只能看温度，不能看行为。红旗29 KKV 则配备第3代凝视型垂直堆叠式双色红外焦平面阵列，采用国产高灵敏度地隔汞量子景红外探测器芯片，工作波段覆盖3至5微米中波红外和8至12微米长波红外，无需分光镜，减少光学损耗，可同时获取2组图像，用于实时比对。通过同步采集中波与长波红外图像序列，可构建目标的热时间响应曲线，形成每个目标的热惯性指纹。这是识别氢诱饵最可靠的物理判据，识别准确率达97%。红外探测器要获得高信噪比，必须工作于低于80K 的低温环境。在太空中，仅靠辐射散热远无法抵消探测器自身的产热，因此必须主动制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全球最轻最长寿命微型斯特林制冷机，质量仅1.1千克，寿命12000小时，采用磁悬浮无摩擦活塞，取代传统机械轴承，有利于外太空的极端环境。而美国 GBIEKV 曾因制冷机故障导致多次试验失败，其制冷系统质量达3.2千克，寿命仅5000小时。未来，中国的红外探测器将继续演进，向3色红外探测、量子点红外探测、光子技术成像方向发展，为海基中段反导、天基拦截器乃至激光反导提供核心感知基础。不过，半诱导式诱饵可以主动加热，以模拟真弹头的热惯性指纹，所以当接近目标至50千米以内，红旗29还将启动主动毫米波雷达。其 KKV 集成了一枚 W 波段主动毫米波雷达，其频率为94 GHz， 波长约 3.2 毫米，发射功率约5至10瓦，脉冲宽度秒级。这是穿透伪装的透视之眼，具备高分辨率成像能力，距离分辨率小于1厘米，方位角分辨率小于 0.1 度，能够穿透塑料、气球、泡沫、箔条等低密度物质。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目标旋转、振动引起的回波频谱展宽来提取微多普勒特征，以区分真假弹头。而美国 GMD 在诱饵识别上长期处于技术保守状态，因其认为主动雷达会暴露自身位置，反而牺牲了识别能力。支持主动毫米波雷达的下一代拦截器 NGI 预计最早在2028年才能投入测试，而中国采取识别优先、隐蔽次之的设计哲学，更贴近实战需求。毕竟，如果连目标都认不准，隐身又有何意义？我们知道，在弹道目标群中，弹头原本是以1至5 RPM 自旋的方式按照预定轨道飞行的，但是弹头和诱饵释放时会受到横向力矩的干扰，因此变成了进动或者张动的微动形式。通过对平动分量进行补偿，可以实现平动分量和微动分量的分离。其微多普勒特征体现为频谱窄、周期性强、基频稳定，有谐波分量。仅从表面进行伪装的轻型诱饵一般是不规律运动，这类诱饵的微动特性明显区分于弹头，其频谱宽、杂乱、非周期性。而重诱饵虽然有类似真弹头的运动形式，但无真实弹头内部结构，比如和战斗部推进剂残余、热屏蔽层等，其微动特征仍与真弹头存在细微差异。红旗29 KKV 的毫米波雷达系统搭载深度神经网络微多普勒分类器，训练数据集包含超过50万组真实诱饵样本，涵盖不同材质、形状、转速、距离、角度。测试结果表明，在10:1诱饵比场景下，
系统对真弹头的识别置信度达 92.3%， 误判率小于 3%， 远超美军 GMD 系统的 58%。不过，红外易受太阳背景辐射、空间冷热干扰，雷达也可能受波条干扰、低信噪比等影响。数据融合推理才能进一步提高准确率。红旗29 KKV 采用专用边缘 AI 芯片和轻量化卷积神经网络，基于贝叶斯概率模型进行多元数据融合，训练数据来自中段反导数字孪生平台生成的100万级虚拟场景。该 AI 模型在轨运行时，每帧图像处理时间小于10毫秒，完全满足高速逼近阶段的实时需求。更关键的是，系统具备在线学习能力，若首次拦截失败，后续任务中会将此次诱饵特征上传至地面指挥中心，经分析后更新 AI 权重，实现越打越聪明。比如2023年7月18日，红旗29在某试验场执行了一次极限测试，一枚模拟洲际弹道导弹释放1个真弹头、5个气球诱饵、3个薄条云、2个红外干扰源，在1520千米拦截高度上 ，KKV 自主跟踪阶段的作战时间为18秒。第1至4秒，红外成像发现6个热源，其中1个热衰减慢，疑似真弹头，其余快速冷却。第5至8秒，毫米波雷达激活，扫描发现5个目标是具有软边界的气球和3个无结构散射的薄条云。第9至12秒，维多普勒分析显示，唯一具有稳定 3.1 RPM 自旋频谱且无高频抖动的目标，符合真弹头特征。第13至16秒 ，AI 融合模块综合判定该目标为真弹头的概率为 96.7%。第17秒 ，KKV 调整姿态，高精度撞击目标爆炸传感器，确认命中。红旗29 KKV 的诱饵识别技术仍在迭代中，未来将可能朝3个方向发展，包括引入拉曼光谱探测，可分析真假弹头外壳的化学成分；利用量子纠缠光源探测微弱回波，对抗雷达隐形诱饵；多 KKV 蜂群式协同识别，通过分布式传感交叉验证，大幅提升抗干扰能力。识别真假弹头后，要高精度撞击真弹头也极为不易。分导弹头可能在释放后进行轻微机动，而不是完全靠惯性飞行，更不要说高超滑翔弹头。雷达探测跟踪会有误差，需要不断修正。KKV 也需要横向机动，以覆盖更广的拦截扇区，所以 KKV 都必须装备资轨控动力系统。受限于体积，美国标准3 KKV 采用固体燃气资轨控动力系统，而中国红旗29 KKV 和美国 GDI EKV 因为空间相对宽松，采用的是冷气推进系统。采用不同的资轨控动力系统的原因是，标准3的 KKV 在分离后处于150至500公里有空气的环境中，虽然大气密度极低，但对于质量仅约10至15千克、表面积较大的 KKV 而言，累积阻力不可忽略。若不施加较大推力， KKV 将在数分钟内因大气拖曳减速，轨迹偏离预定拦截点。而 GMD、GDI 和红旗29的 KKV 在真空中飞行，只需微小修正，无需持续推力，采用氦气或氮气高压冷气推进系统即可，而且冷气推进不会干扰自身的红外探测。冷气推进系统的心脏是微型高速电磁阀，它决定了机动是否快准。传统电磁阀在低温、高压、高频环境下易卡滞或泄漏。红旗29采用创新的磁流体动态密封结构，利用磁性纳米流体在磁场作用下形成液态密封环，替代机械接触密封，无磨损，无需润滑，耐极端温差，可在真空强辐射环境下长期稳定运行。红旗29 KKV 的机动依赖一套高精度惯性导航、星光校正和主动雷达跟踪的自适应预测控制算法，其中激光陀螺仪测量角速度，漂移率仅为 0.0005 度每小时，光纤陀螺仪作为冗余备份。
由此可见，红旗29 KKV 不仅是一枚撞向目标的子弹，更是一个具备感知、判断、推理能力的智能太空猎手。它不再依赖数量堆砌来对抗饱和攻击，而是依靠精准认知实现一击必杀。这正是红旗29超越美国 GMB 的核心密码。红旗29并非终点，而是中国反导体系迈向全域拒止的起点。未来，红旗29将继续进化，与海基平台、天基系统、激光武器、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最终构建全域全时全维的中国战略反导体系。中国将进一步解决导弹小型化、海上延误腐蚀防护等问题，发展基于红旗29海军版的海基中段反导，计划部署于055型驱逐舰与下一代航母战斗群。届时，中国将拥有陆海一体、远中近结合的双平台中段反导能力，陆基负责本土防御，海基负责前沿拒止，可伴随舰队前进至太平洋腹地，形成动态反导屏障，从而与美国宙斯盾标准3导弹和陆基 GBI 体系正面抗衡。中国也已在青海格尔木建成全球最大功率激光试验站，2024年成功击落低轨卫星。未来计划发展天基激光反导系统，可在中段飞行阶段烧蚀弹头外壳，使其失稳坠毁。红旗29与天基激光系统可形成硬杀伤加软杀伤的双保险组合。红旗29的部署可能是自1972年反导条约签署以来全球战略平衡最重大的一次转移。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红旗29不仅守护着神州大地，更在无声中宣告，中国已不再是被动承受威胁的一方，而是有能力定义安全边界、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力量。红旗29是中国军工史上最具战略意义的武器系统之一。它没有硝烟，却比核弹更具威慑力；它不主动进攻，却让任何企图发动战争的对手陷入绝望。它的每一次升空都是对和平的坚决捍卫。